waking up with the sweet sound of the birds, reading books and sipping coffee. I forgot how much I love getting lost in words. Well, it took us a while to get here. 你好，我是独活男子 Leslie， 欢迎收看我的日本生活记录影片。说到京都，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有很多保存完好、特色强烈的古寺和神社，例如贴满金箔的金阁寺，拥有高13公尺舞台的清水寺，或是有千本鸟居的伏见稻荷大社。参观这些寺庙神社，除了能欣赏建筑古迹及历史文物，有时还会有一些小确幸，就是通过门口那一刻，发现这里竟然是无料拜观，感觉就像是上天送了一份让心灵满足的小礼物。分享京都市间免费参观的景点，免费不代表这些地方缺乏特色或是维护欠佳，相反的，这些景点不但离主要观光区很近，还有很多值得仔细观察的地方。现在就跟我一起好好的欣赏这4间寺庙神社吧。从京都车站走路5分钟，就会到达东本院寺，是离车站最近的一间大型知名寺院。在寺内的范围都能看到京都塔，有种复古与前卫的冲突美感。御影堂门是进出的大门，前面还有个莲花水池。御影堂门正面长21公尺，高27公尺，是一扇大小能排进世界前几名的木门。进入大门会看到正面长76公尺的御影堂，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木造建筑之一。2019年被指定为国家重要文化财产。御影堂的内殿有927张榻榻米的大小，可见这里的面积真的很大。这里是净土真宗大古派的总寺院，被称为真宗本庙，和西本院寺区隔而称为东本院寺。御影堂里面可以坐着听僧侣诵经，会感觉内心的平静。穿廊这里有展示一条由信徒头发编成的超粗绳索，当年被用来运送木材。这个画面就留给来此参观的朋友亲自看看了。阿弥陀堂供奉本尊阿弥陀如来，和御影堂一样，于1895年重建，是重要文化遗产。从阿弥陀堂走出去的是阿弥陀门，是重要文化财产。江户时代被称为唐门，华丽的风格吸引路过的人忍不住多看一眼。东本院寺虽然免费参观，但里面的建筑、装饰、陈列一点都不马虎，而且气势惊人，非常值得看一看。
由于就在车站旁，附近还有西本院寺。如果在车站附近活动，不妨顺道过来，感受信仰的力量。从青年院往八坂神社的方向走，途中左手边会看见一个巨大的山门，这里就是职人院。山门高24公尺，宽50公尺，是日本规模最大的木门之一。山门代表通往开悟的3种解脱状态。屋顶内部是佛堂，但没有对外开放。穿过山门，需要爬上叫做南坂的阶梯，才会到职人院境内。职人院是净土宗的总寺院，最有名的建筑有国家宝藏的玉隐堂，还有重要文化财产的金藏大钟楼。虽然有些不对外开放，但来这里看一看建筑，感受一下佛门的清净，一定能让心情平静下来。国家宝藏玉隐堂也被称为大雄宝殿，是德川家光于1639年建造的。每年4月的大祭都在这里举行。玉隐堂旁边的穿廊会连接到阿弥陀堂，这里是夜莺地板的设计，也就是走起路来会发出鸟叫一样的声音。那古塔前面有个水池，秋天的时候，这区会换上新的颜色，变成层次丰富的画面。藏经库建于1621年，里面有很珍贵的壁画，只可惜不对外开放了。职人院位于京都东边地势较高的位置，还能看见洒在市区的夕阳。秋天的时候，我建议走北边的北门离开，而不是来时的山门。北门这里的台阶叫做黑门板，秋天的时候有几株红叶，虽然规模不大，但是搭配背景的建筑，仍然是幅精美的画作。职人院附近有知名的青年院和八坂神社，离餐厅密集的祇园也很近，经过时不妨进来看看，感受寺院的气势。靠近蓝山的湄公大社算是小众景点，躲在住宅区里面。这里祭祀酿酒的守护神，所以还没进入神社，在门口上面就会看到酒藏。
进入门口的左手边，也有一整排的酒灶。这里叫做梅宫，的确跟梅花有点关系。境内种了很多株梅树，不过我来的不是季节，没看到满满的梅花。但是这里不只有梅树，还有松树、枫树和樱树，4个四季各有特色的神社。其实我被大社2个字误导了，这里范围并没有很大，而且很安静。但是这里值得一游的不只有景色，还有气氛。这里有猫住民，都是有人饲养的家猫。参拜的时候，偶有猫咪在旁边走动，或是在石头上、木椅上、守水社里睡觉。是一幅很疗愈的画面。在这里参拜，和蔼的老婆婆会抱着猫咪给大家拍照。也可以只是静静地欣赏古朴的神社，是个不会有压力的好地方哦。从这里走路10分钟，就会到松尾大社。电车坐1站就会到蓝山，可以把这几个地方串成一个1日行程哦。京都建成的时候，在东西南北4处分别相应风水学中的4神：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。而位在西面的松尾大社，就是白虎的守护地。松尾大社祭祀大山九神，建于公元701年，是京都最古老的神社之一。这里供奉酿造主神，是酿酒、卖酒、爱喝酒的人不能错过的神社。进入楼门的左手边，可以看见一整排的酒灶。这里的吉祥物是代表青春和长寿的乌龟，守水社是乌龟。旁边有只要头前后才能摸，摸了会带来好运的乌龟。虽然神社是无料拜观，但我非常推荐旁边需要付费参观的庭园。500元的门票，可以参观曲水之庭、上古之庭和蓬莱之庭。
这3个庭园是现代造景师重生美林的作品。曲水之庭是由蜿蜒的流水创造出优雅的美感。走过上古之庭，会看到特别的龟井和灵龟龙。小小的鸟居背后是小小的瀑布流水，在这里感觉特别有灵气。听听流水声，心情都变得沉静了。喝了龟井的神泉，还有延长寿命的意义哦。蓬莱之庭围绕水池而建，象征先人居住的蓬莱山，站着无数的砾石。池塘像是仙鹤展翅，整个庭园充满灵气。松尾大社具有崇高地位，是爱喝酒的人一定要来参拜的神社。离髯山很近，但观光客较少，反而能好好的感受宁静而神圣的气氛哦。免费有时会伴随着品质不良或是不值得珍惜的联想，但在京都，免费拜观的寺庙神社却会让人觉得收获满满。不但建筑或文物的维护程度高，环境与气氛并不输给其他的知名寺院，参观完同样会感觉到心灵上的满足。如果你也喜欢参观京都那些充满特色的寺庙神社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跟我一起发掘更多别人不知道的好地方。チャンネル登録よろしくね。If you can find it now, you're gonna see